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两个时代的李现有同一种迷人。4月可以说是李现之月，春色季情人开播2日，腾讯视频站内角色热度值即破100万，站内热度值破25000，群星闪耀时上线13天，累计播放量破10亿，斩获卫视直播关注度日冠12次，并获得猫眼悬疑剧集热度总榜周冠。李现请停止释放你的魅力，李现和制服的适配度，李现洗澡戏，多喜爱看等微博、抖音话题更让人目不暇接。2部李现一番剧集的双播，又让现男友变得非常难选。我们再次看到演员穿梭在不同时代、不同角色身上的魅力。陈麦冬内敛下的坚定，像远生赤子般的炙热。明明都是李现，却很自然地让人分得清清楚楚，感觉像是2个不同时空存在过的真人。一边是革命年代的青年英姿，一边是现代的禁欲系男主。2个时代的李现，有着同一种迷人给予角色的深度融合，带领观众进入不同的审美空间。在激昂的幻梦中，李斯特拉斯伯格说，表演中真正的问题和神秘性，是演员必须能够在一本虚构的故事里，一场激昂的幻梦之中，将自己的灵魂融化在属于他的意象里。当观众看到角色为了达成某个目标，去极尽所能的战胜痛苦时，他们就会被深深吸引。李现恰好就是这一类极为难寻的演员，不仅能把握人物在历史片段中的当下性，更能跳脱出来塑造与线性时间无关的、超越时代局限的、真正能够打动观众的人性之光。演戏如养花，用心的演员会让每个角色都生出血肉，他们爱过、恨过，更好像真到世间来过。一抹春色，耀于群星。春色季情人是由程亮执导，李现、周雨彤领衔主演，刘琳特邀出演，芳芳、吴俊廷、张曦为特别出演。万朋友情出演的都市爱情剧。该剧根据豆瓣阅读作者舍穆斯小说《情人》改编，讲述了遗体整容师陈麦冬与职场精英庄杰以爱治愈彼此的故事。剧中，陈麦冬和庄杰的一吻，如画报般的浪漫震撼了小镇居民的朋友圈和微信群。剧外，李现的颜值撑起了春色季情人的门面，观众纷纷表示，李现就是古希腊掌管禁欲的神。李现在春色季情人中饰演的陈麦冬，从青年到成年阶段，完美的藏在了大家选男友的点上。青年时期叛逆不羁，却会风雨不弃守护女主回家。成年之后看着生人勿近冷漠异常，却愿意分享自己的伤痛来疗愈经历亲人离世痛苦的庄杰。面对爱情，他有点傻愣愣的直男感。被庄杰所吻后，竟然悄悄单删了女孩微信，主动宣告这是意外，一切结束。求庄杰帮忙买内裤的蠢直程度，是奶奶怒对，你就应该被判刑。什么刑？硬糖君看是爱情的死刑。可到了关键时刻又非常会撩，在庄杰被前男友纠缠时，霸气空降给对方有旧伤的腿上盖好衣服，宠溺的对视，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？春色季情人精准的职业细节呈现，更是让陈麦冬遗体整容师的角色有了生气和艺术光晕。他会细心的给逝者剪指甲，尊重不同的葬俗习惯，抱起思念奶奶的小朋友。外表冷心冷情，内里却有坚定的职业道德准则和为他人举伞的悲悯大爱。一个在成长路径上有无数堕落借口和黑化理由的男孩，却偏偏长成了一棵可遮阳避雨的乔木。从春色季情人的浪漫节奏中跳出来，李现在群星闪耀时中的表现同样让人惊艳。像远生及华珍2重身份的转变，不仅是身份细节的琢磨，更能看到李现演绎时不同的眼神和动机。华珍的公子气度和报效家国的热血，
向远生作为新人警察的声色和书生气都随着剧情无缝切换。再见4所老朋友时，大家调侃硬改口叫他华公子了，他却很笃定地说我还是向远生。他当向远生的时间不长，却对这种身份所象征的理想和市井温暖最感亲切。除了2种身份的节奏转移，文戏武戏的张弛之道也是李现的拿手好戏。文戏时的沉静和谋算，武戏时的拳拳到肉，展现了时代和人物交相辉映的魅力。尤其和杀手的雨中肉搏，应唐军逢人就夸，一脚踢开对手后的歪头杀闭眼，就浮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。没进组的日子，李现你是不是报武术班了？从家国大义到生死节哀，在群星闪耀时里被迫卷入纷争的华珍，向观众展示了他逐渐蜕变的心路历程。在他以向远生的身份接触到旧社会的黑暗和高层权斗真相后，原本的家国理念和价值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中，李现的表现可谓层层递进，不断引领我们深入角色的内心世界。解读华珍和向远生的家国情怀时，李现对角色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，不管是前面后面的他的目标就是说我们要保卫这个国家。这就是我在开始演的时候注入他的一些性格层面的东西，哪怕只是小人物的一些闪光时刻，我觉得都是对他来说很重要的。而在《春色寄情人》中，李现饰演的陈麦冬又谈起了我们现代人避之不及的生死节哀。在刘叔去世后，他对庄杰回忆起好友宋然带领自己进入殡葬业的师傅，得到的启示是无声的震耳欲聋。该离开的总会离开，留不住。生而为人只能节哀，正因为生命有大限，我们才应该更努力的去生活，去创造，去爱。没有说教，更没有强说新愁。李现用一种静水流深的演绎方式道出了剧集的精神内核。春色寄情人最温柔的时刻，是他安慰庄杰妹妹袅袅时在床边读的死亡的故事。你朝夕相处的爸爸，只是换了一种能量形式存在。他们的身体既不是残骸，也不是遗迹，而是正在经历某种生命的转变、孕育和孵化。世上没有绝对的感同身受，但李现演绎的陈麦冬却用一种剖白内心的方法去治愈所有人。每一场离别都带给他成长，成为生命旅程里的特殊一刻。因为宋然，我不想忘记死亡这件事。因为师傅，我学会了让更多人有尊严地离开世界。从家国大义到生死节哀，李现不仅能够吃透角色多个维度，还能够保留独特的个人魅力。革命正剧里，他一拳打进了我的心。爱情戏又完全是现偶的神。春色寄情人最难演的部分，是一个内心抗拒亲密关系的人如何慢慢打开自己。面对爱情，李现演的陈麦冬永远是语言上的高冷，行动上的暖男。给庄杰准备膏药时，被问到是不是有情况时那种羞涩和小得意，让角色显得特别可爱。送完衣服骑着摩托离开时，一脸吃醋气鼓鼓的表情，显然已经为爱上头。群星闪耀时拯救小女孩时的一句是我说是安全感天花板毫不为过。与敏敏重逢时，眼神中的惊喜和愕然真有恍如隔世之感。虽然还是互相问着对方近况，但怎么看都有种再见前任的氛围。瞧吧，玩暧昧还得看李现。抢李现，正当时。共鸣的最朴素形式是，如果我也遇到这件事，该如何打算？如果我说了这样一句话，或者做了那么一件事，事态会怎样？在李现的表演中，他总能找到人物的内在力量，打开那道神秘之门。当你进入这道门后，既能创造深度的体验，也可以完成不控制的控制。也就是说，演员不用去设计举手投足，甚至是微表情，
已经变成了角色本身。这个工作的完成度越高，演员的观众缘越好。说来，演员的观众缘也是一种玄学。长相气质是一方面，作品的国民度也是重要指标。从万箭穿心里青涩的惊鸿一瞥，到河神里的少年初长成；从2018年的全网韩商言战歌，到去有风的地方里的谢之遥，再到今年4月的双剧双爆，李现的观众缘既有个人魅力的一面，更有观众和官方2个维度的盖章认证。剩下的11个曾令央媒点赞置顶，李现只要6分钟。分饰多角还不算顶天的难，难的是仅靠6分钟就与角色建立起血肉联系，让观众代入和共鸣。首次挑战科幻题材，就把任务拉这么满，足见李现对自己的高要求和严标准。2020年12月14日，中央电视台和北京青年报2大媒体联动，一起力挺李现。中央电视台微博发的演员都要用作品说话，和北青报发的作品才是永恒，就是对这些年李现努力方向的绝佳总结。亲爱的，热爱的爆火以后，李现本可以躺在现偶的舒适区称王，但他却意在更广阔的天空，挑战了更多题材和更丰富的角色。见王朝剩下的11个去有风的地方春色季情人，次次有惊喜和突破。就连夺冠里客串的体育总局干事也让应堂君眼前一亮。衣服一穿，进入角色，就不再是李现了。果然角色不分大小，好演员放在任何一个作品角落都能发光。在李现身上，我们看到一个角色的影响力，绝对不是局限在播出期间的追剧和讨论，而是可以延伸到现实领域，引发观众和各地文旅的哄抢。2023年，李现通过在去有风的地方的精彩表现，带火了大理州沙溪古镇。该剧热映后的春节假期期间，全州共接待游客423.93万人次，同比增长219%。无独有偶，在播的春色季情人又带火了福建省泉州市，搞得福建文旅和云南文旅互相喊话，最终引发全国文旅上阵抢人。相较于旅游博主的打卡攻略，景区种草机李现的优势在于演员、角色、地域3位一体的互动。人们来到小镇，不仅会想起相关剧情，更能够体味到李现和风景的内在关联，上头程度不要太高。这个春天，李现很忙，但对于一个真正的演员来说，却是春江水暖正上时。